Hello， 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平。在进入正题前呢，先前情提要一下爆炸的2024年。去年2023年七夕的时候，杰士登和欢乐百事炸了对玩家们的荷包一点都不甜蜜的连环弹。至于不落人后的 GSE 则是公布经典耽美游戏中文化的讯息，这里先不介绍这一款。而 GSE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又加码宣布个人超喜欢的 X10 加招牌之一的 Buzzfellow 作品中文化消息。虽然总体是比去年的19款少了一款，不过加上一般向的赤羽灯皆有诡异和耽美向东区24区起，中文化的掌机游戏数量已经多了一款。而除了中文化掌机的部分，别忘了还有中文手游的部分。首先是暗龙家的招牌金色琴弦手游星光乐团，虽然这款在今年即将迎来官服的命运，不过台服则在厂商积极的争取下，延到5月才收摊。看着最后一个活动的标题，真的是很心痛。日方之后预计推出限时离线版，音乐全都入 CD 和新公式书，算是让手席们作为这代短命金弦的收藏留念。很感慨暗龙最后还是没能撑住这块招牌。毕竟星光除了出在手游上之外，真的是款好游戏。一群追梦的年轻人们的故事真的超棒的。Coli 则是发表了新 IP 手游 Break My Case， 即将在5月9号上线，已经公开 opening，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寻听听看。目前玩法看起来和 Starmine 类似，但有着鱼鳞的前车之鉴，还需要多观察。中国的叠纸和网易也分别在今年1月推出自己的新乙游，这里先不介绍。台湾的乐意也有出品自己的第一款乙女游戏 IP 烟消絮语，主打台湾制作，决战肉体，乙游难得一见的韩系美术，台湾配音和你我才知道的台湾迷音。主线剧情是主角为了寻找无故失踪的姐姐，经过一番辗转下，从面包店打工人转职成咖啡厅店长兼国家公务员的故事，每一章都融入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事件，不知道后面会有多黑。来说说其他部分，精致的美术，看看那副完美的身材，时尚的穿着，优秀的构图，是属于越看越好看的类型，绘师们真的超棒。有阳春版的咖啡厅经营，出奇昙花一现的亏本餐点可以算是本游戏的经典。文案非常的台化，连家具都有你我才知道的台湾特色梗，推荐大家可以都点开来看看。连上传的道具介绍也有哦，剧本师们真的超赞的。烟下的关卡也不只是单纯的关卡，而是由各个来咖啡厅的客人们串起来的生活化故事，真的很喜欢这些小细节。特别推荐青春高中生系列和大刀老教授系列。游戏主线和卡面故事都是以台配做声音的演出，到后面有感觉到声线越来越贴合人物，有兴趣游玩的玩家们推荐至少看完第3章，还有声优们在某些情况的温度差表现真的很明显，真的超棒的。讲完优点，不免俗的提一下缺点，营运和企划真的相对比较不成熟，还有系统的连环 bug 之多，都让玩家们越来越心灰意冷。真的很希望这间公司可以多听听玩家们的心声，以及多观摩与学习其他成功游戏的做法，毕竟是难得的好团队、好游戏，让烟消留在游戏剧情中，把不同语言、不同声音的絮语扩散出去。那么以下进入今天的正题，2024年的中文化掌机乙游速报与购物指南。目前2024年有18款中文化游戏，杰士登7款，GSE 5款，欢乐百事5款，同人社团游戏中文化1款。现在确定发行日期的有共生丘比特 FD、原平战记 FD、Majestic Maholico、幸运之杖 R 以及华祖 FD。所以下面介绍将以发行商作为区分哦。首先是杰士登的部分，第一款是3月21发售的毗卢遮那战机一树之风，是之前毗卢遮那战机的 FD。一句话介绍就是5位主要角色和4位 sub 角的后日谈，可以说是现在很难得一见名副其实的 FD。故事很短，毕竟就是用来补糖的，
据说有把本片中 F 线的设定delete了掉，不过这可能要等之后游玩的时候才能知道到底差异在哪里。最后说一句，任任之胜真的超棒，值得拥有。个人购入意愿的话是5星全满，配个有捕风、日本平安时代、战场、历史改编。FD 就是要补糖 ，Sub 升格。第2+1款是喧哗翻掌乙女，先前有出一支影片是专门在介绍翻译的，有兴趣的玩家们欢迎观看。这边一句话介绍就是主角被迫女扮男装在不良高中当第一打架王的故事。攻略角可以分成平辈组和学长组，还有一位准毕业生。特别的点是可以送他们修正权，除了享受不良男子高校生的生活之外，可以自己排列组合的乐色化也是本作的经典，还有欢乐的群像剧，真的蛮快乐的一款游戏。翻译也不是纯 ADV， 打架系统虽然很阳春，不过后期累了也可以跳过。其实有点好奇，如果有台配的话，某些场面的对话会不会更贴切一点？剧本方面，老实说蛮短的，而且5名攻略角在个人线的形象翻转也很快。忽略神展开的话，游戏体验还不错。至少从多年后的现在，我还会想说，反正这点就可以知道了。对于 FD 的完美甜心居然有合在一起，这点给解释灯100万个赞，是灯我最喜欢你了，感觉大家的心愿都有听到了，感谢解释灯，赞叹解释灯。所以可以加码许愿以下游戏的中文化吗？跪求出了保证买爆，口头追加一下，准备移植到 NS 的下空。而2+1的加1款是 FD 的我的完美甜心，可以说是 FD 中的 FD， 比本片还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费短缺还是印出的关系。CG 的精稿度和本片相比有落差，加上文本量可以说是本片在砍半，不知道有没有再砍半。所以如果觉得故事很快就结束的玩家们千万不要意外。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配个有现代、校园、女扮男装、拳头至上、欢乐男子高校日常、色本很香跪求攻略。第4款是喧哗翻掌乙女 Second Rumble， 是上述的续作，故事线是本片的延续，和晚中1926有一点像。一句话介绍就是平安撑过1年的主角必须面临1年级的挑战，和扭转这间不良学校倒闭的结果。攻略角多一位年下，前作的毕业生也变成本校的 OB， 和之前不一样的点是，体感续作的角色性格有 OOC， 无法解释跑完后满满同人既视感的感觉。故事也没有本片的欢乐，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戏骨吉阳的故事要加上官方网站的小说才完整，所以说为什么当初不放在游戏里啦？至于 CG 的精稿度，大概和完美甜心差不多，有些还下降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一代的主笔和主美的关系。比较特别的是，总算可以打群架了，这才是混混高中啊！个人意愿5星全满，配个有现代、校园、女扮男装、拳头至上，带入严肃社会议题的续作，人物有 OOC 嫌疑，色本很香跪求攻略。第5款是天域乱斗 Stray Slide， 一句话介绍就是阎魔王养女的柯南职场求生记。主角和本身就是地狱罪人的攻略角同事们，不但要去人界抓回越狱犯们，还要调查号称可以免除罪名的赎罪券 App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同事们奇葩就算了，连工作内容也很瞎，诚挚建议下个职场会更好。从画风就可以猜出这是天平团队的续作，片桐乘以砂糖的组合也来到了第3作，一样砒霜蜜糖理论。不过据说天域的 BE 很不 BE， 玩家们总算可以安心使用一次片桐式的 BE。虽然觉得题材还好，不过解释灯愿意出就愿意支持。再向解释灯许愿一下片桐的 Senjono Words 和 Garnet Cradle 中文化。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配个有架空现代、片桐与砂糖组合、争议剧情、色本很香求攻略。第6款是 Sympathy Kiss 共鸣之吻，一句话介绍就是地方小白领被迫调职和一群帅哥同事们挽救公司评为企划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大人们的办公室恋爱，
比较特别的是，主角没有详细的人物预设，而且攻略角的定位一直让人想到某部需要红标的什么甜点什么恋爱的。虽然花店老板变成酒吧老板，不过都是老板啦。其实当初欧社会出这款有点意外，因为他们家很少纯恋爱，还是办公室成语成人的，忘记了什么原因没有收日版。现在对这部戏很有兴趣，就是希望忙碌之后的休息时间可以来场简简单单、无负担又不用拯救世界的恋爱。是说同样不用拯救世界又无负担的大人恋爱，那变那个被断尾的 double score 是永远的痛，再也追不到的乔尾医生。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配个有现代熟男熟女的职场恋爱，轻松无负担小品。第7款是绚烂传说，简称马戏团。一句话介绍就是地方强势看板娘被迫转职当马戏团助理兼制作人的故事。马戏团同事们不仅不是常识人，还个个都是问题儿童，孩子玩的龙，不好笑的小丑，不想工作的魔法师，不会表演的特技演员，酒鬼毛茸茸，还生无可恋的团长。虽然个人觉得主角才是最生无可恋的那一个。这部因为当初一眼就看出不是由博野老师完全操刀美术的部分，因此直接 pass 掉的小品。伊瓦塔智信成与博野的第5款作品，不过博野老师在马戏团只负责人物设计，伊瓦塔智信团队一贯的轻松小品，除了花之女王之外，虽然还是需要拯救世界就是了。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配格有架空奇幻、幻想魔法，有毛茸茸。轻松小品但要拯救世界，色本很相求攻略。如果喜欢项圈乘以21的玩家们，可以注意5月20发售的 Color Malis Unlimited 公式设定集，可以透过杰士登官方的 LINE 预购哦。目前没有网络数据通路，除了本体的画册，这次还有非常多的周边打包一起卖，所以说那个价格真的非常的亲民，喜欢的千万别错过。下一家 GSE。第1款是情人节上市的共生丘比特 FD Sweet and Spicy Darling， 不过实体版要延期就是了。一句话介绍就是女神与她6位滞销客户的后日谈，还追加了占卜师路线。GSE 还蛮有心的，可能也是因为丘比特真的很销的关系吧。请来优雅老师画特制封面，老师这次的上色非常鲜艳大胆，很冲击性的满版感。所以一开始日版的时候没有考虑，中文版好像很难买，有机会会想收。密松乘以玉雅老师的第2款，丘比特的故事很欢乐，而且主角女神其实很试验呢。对比一下滞销商品，真的是。同组合的游戏还有欢乐百事代理的蛇香之夜，不过蛇香碍于尺度问题，想要更鲜艳一点，可能要找 PC 版。购入意愿4星。配个有现代熟女的都会恋爱 FD 就是要补糖，色本终于可以攻略了。第2款是4月25发售的 Majestic Mahoriko， 一句话介绍就是不是麻瓜却能力很麻瓜的魔法少女，为了拯救学业跑去祸害人间赚学分的故事。当初这部会注意到，完全是因为这是那个 Hero 的上岸的作品。 Hero 那个 Hero 现在的笔名是风花晴梨，大名鼎鼎的 UTM 剧本师，有机会再来介绍吧，不过一定会被上黄标。3部各有各的主题，第1部是有异性没人性的基友情破裂现场，第2部是兄弟党的故事，第3部则是单箭头非常粗的男子们暗恋故事。对于1、3纠缠很有兴趣，最喜欢看八卦现场的。个人购入意愿4星，配个有架空奇幻魔法学园3合1打包，色本终于可以攻略了。第3款是5月20发售的华彩环环无之一族幻灯时代，一句话介绍就是前作的延长赛后日谈外加老爷的故事，2个 FD 打包一次带走。华彩可以说是高木老师的代表作，老师的每部作品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个人最喜欢的还是 PSP 时期，但是如今那些题材大概公司没有移植的打算了吧。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配个有大正阶级恋爱写作 FD 独作续作贵圈争乱老爷母汤。第4款是 B Project 流星幻想曲，
一句话介绍就是 B Project 手游移植加上全语音和追加内容。不过掌机版之后又出成手机版，还追加内容。这个追加内容可以在掌机版 update 后玩得到。这游戏移植来移植去真的会很累。14名 idol 追梦的故事 ，idol 题材比较没有打到我，所以不考虑入手。个人购入意愿无 ，tag 有现代偶像手游移植加全语音。第5款是之后追加公布的 BuzzFollow 中文化。一句话介绍就是拥有时间回溯能力的地方小记者在拯救缺德律师后，就此换线成死神小学生故事线的故事。说真的 ，GA41 拿到这部的当下，真的有一点对他的翻译信任度还没有恢复的我。而且说实在 ，Basta 的英文可以不用硬翻中文，真的没有关系。人物跟地名用英文表示不是更好吗？看中文还要想一下这谁，真的不行。功率角全员连上，虽然有个不像连上的家里蹲耐克就是了。X 天家从 Psykiss 开始的作品都很有意思，无论是画面演出还是美术，系统跟界面的设计也超级棒。特别称赞 SK 的美术和词条，琥珀老师和剧本是真的超级用心的。看完故事再回头看，写作词条根本读作洋葱。而作为下一作的 Basta 的演出更是比前者还要更优秀，可以当成美剧来看了。故事风格也很美式，玩起来就像看电影一样，还带入各种社会议题。个人真的超喜欢这个团队的作品。剧本师也不会帮玩家下结论，表示这到底是对是错。角色都很鲜明的，像是你我身边的朋友。Basta 也有修改 SK 的恋爱线过短的问题，不会让玩家觉得为了发展而发展的都合主义。非常推荐想体验不一样的乙游玩家试试看。好莱坞悬疑乙游值得拥有。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tag 有现代、异国风、美剧、好莱坞电影故事、社会事件。再来是欢乐百事代理的5款游戏。第1款是暂定延到4月15发售的幸运之杖 R。一句话介绍就是无属性魔法少女在霍格华兹充满爱与勇气与梦想的快乐魔法生活的故事。幸运之杖 R 简称 WOFR 是伊瓦塔自信成语博业的代表作，快乐的励志魔法少女值得拥有。WFR 是本传和 FD 的2合1版本，这次的移植还有追加 CG 和后日，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博野老师华丽画风的超进化，变相和万年不幸真的超。预告画面的 CG 就是追加的 CG， 超美的。攻略角都有可爱的反差萌。值得一提的是高桥殿下那个语气的转变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超爱这款魔法少女的，跑完心情很好，不用拯救世界，只要拯救自己的学业。比较可惜的是2代和2代 FD 就没有再新增 CG 和故事，连游戏封面都不是波野老师操刀的，问就是因为封面有推角，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到底是不是青麻画的。一代真的又欢乐又漂亮又励志，入手不后悔。个人购入意愿无，因为日文版已经全破了。tag有架空虚幻，欢迎成语魔法少女，单纯快乐版的霍格华兹，不用签约，不用拯救世界，但是要拯救自己的学业。追加后日真的太可怕了。第2款是蛇香之夜 Trap of Mask， 一句话介绍就是没有双倍星还得加 N 倍班的苦劳社畜后宫生存传。那时候为了求新求变，欧社端出来的拆3片成语三角关系商法的最后一款，也成为立松团队的代表作，也是他们的第1款啦。身为热情的沙漠国家的第一舞娘兼间谍，这次的任务按照任务对象国籍不同而不同，有打听消息的，有强迫中奖的，还有假冒未婚妻的。不管哪一个，重点是根据选项可能发展成三角关系，不愧是香艳的沙漠文故事。是说到欧洲和亚洲的出差费到底有没有补助啊？伊鲁雅老师这次的色彩就比较没有丘比特那么饱和，不过某些画面还是很香。比起谈恋爱，更需要保命和斗智斗勇的蛇香，突然觉得这个内容作为熟女点搞不好会更赞。不过欧社应该是不会往广播剧的方向走了。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空，不会说想买，但还算是有兴趣了。tag有中世纪、沙漠风情、舞娘密探2不误、香艳，三角形才是精华。
第3款是已经宣布延后发售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博音鬼 Sweet School Life， 一句话介绍就是学员版的博鸣鬼。不用经历胃痛和历史压力的本传，对人物关系网了解过后，就可以直冲本片欢乐与胡闹的男子高校日常生活。不得不说，校园爬楼真的是不会过时的老梗，只要用得好，老梗也是梗。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空，不会说想买但还算有兴趣。tag 有现代、校园爬楼、快乐吃糖的高中生活。第4款是魔鬼恋人 Grand Edition， 一句话介绍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菠萝、逆卷家和无神家故事打包一起带走的大补贴。这游戏的发展真的是很魔幻，不得不说，谁能想到它原本只是阿舍的有动广播剧，只可惜阿舍没能跟着一起发展起来。现在叫得出名字的也只有剑卫俊武和与魔共舞。谁还记得同样有病的 BWS、月华缭乱、如果神、东京男人，还有点点男友 TM、BM 和 A 等于 A。个人购入意愿没有。tag 有架空现代，有病的抖 S 吸血鬼们，3D 音，游玩时请戴耳机。第5款是时钟机关末世录，一句话介绍就是莫名其妙被迫 get over 的主角，莫名其妙有了 SL 黑魔法，于是开始 Loop 拯救世界的故事。异世界通信团队的齐藤阿三和雨宫乌塔的第2款作品，因为被这个团队的第1款作品雷到，所以就没再关注这款。砒霜蜜糖理论，能说的是这款相对精致的第1作，本作在剧本和声优之外都很穷。个人购入意愿没有。tag 有架空 Loop、齐藤成雨宫 Loop 作诚心推荐下空。最后介绍的是同人社团 Tetrascope 出品的现充，一句话介绍就是这根本就是玩家你我的写照。游戏本身有上 Steam 和手机端，简体翻译是我的超级现充生活。官网还有免费的 DL 版，非常推荐的一款小品。原版就是 DL 版，除了没有配音之外，完全不输给商业大作，一度让人大喊商业大作要加油的宇宙级精良同人作，既不用拯救世界，也不用拯救男人，只要拯救自己缺乏的少女心。身为宅宅很能同步主角，虽然很欢乐，但也有洋葱，还有可爱的 OP， 很期待它能够出实体版。想当初要买它的实体版，结果对方表示海外寄送有点困难，还是个物流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呢。个人购入意愿5星全满。tag 有现代、青春校园，美外宅宅的梦想就该有位3合1，弟弟最棒。最后整理一下个人的推荐清单，首先是必买系，喧哗翻掌乙女2合1版本买了不亏，共生丘比特 FD， 免钱砂糖又快乐又轻松。皮鲁真的战绩 FD， 特别是玩过本传的玩家们，终于可以在 FD 快乐吃糖了。华彩环环无之一族幻灯时代2合1版本外加乱演老爷的故事，买了不亏。我的新的利亚子完爆非常多商业大作的决战精良同人作，买了真的不会后悔。WOFR 快乐魔法少女版的霍格华兹生活值得拥有。Bus Fellows 美食影集与好莱坞电影双打呈现，欢迎大家来开启新世界的大门。共鸣之吻轻松无负担的恋爱职场日剧，是忙碌们的乙女们下班下课后的治愈。再来是不用拯救世界系，喧哗翻掌乙女 WFR 和 Bus Fellow 再度上榜。不用拯救世界，但是要拯救自己的饭碗。共生丘比特 FD 和皮鲁真奈战绩 FD， 这2部 FD 就是纯糖。不用拯救世界，但是要拯救自己过高的血糖。火影鬼 SSL 和瓦达西诺里亚尔，不用拯救世界，拯救的是自己消失的少女心。Majesty Mahalico 不用拯救世界，但是要拯救自己的学业。共鸣之吻不用拯救世界，拯救的是自己被3次元咒灵们污染的眼睛。最后是轻松小品系，3连发的喧哗翻掌乙女，虽然轻松，但是要和男人们打架。火影鬼 SSL、共生丘比特 FD 和皮鲁真奈战绩 FD， 3片都是 FD 性质，食品级纯糖，可以安全食用。一样是3连发的瓦达西诺迪亚子，不用打架，也不用养成，只要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开启游戏。WOFR 和 Majesty Mahalico
2位魔法少女们只需要搞定自己的学业。绚烂传说虽然要拯救世界，但是本质还是轻松小品，重点是还有治愈的毛茸茸。不知道大家看完影片之后，有没有哪款游戏有心动到想剁手买的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哦。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喧哗翻掌乙女的游戏内容，可以观看我之前的介绍影片。如果喜欢我的介绍，欢迎留言、按赞、订阅本频道以及开启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次影片见。